中国人干事最喜欢干实质，要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你们要怎么去应付美国，你们尽量去演戏，但是实质的我要拿到。所以随着中朝关系的改善，中韩关系就更显微妙，也就是四大主义的当代版。顺着中国崛起给你的巨大压力之后，你就会出现更加亲华的力量。那其实是一种选择嘛。正因为他们想要改变这个地缘格局，所以为什么今天他们聊得很愉快？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这次的2025年 APEC 峰会啊，为什么它很有大使官的潜能哦？其实就跟我们上一期讲到了习川会是一样的哦。在习川会之前呢，川普见了一个人，见了谁呢？就是见了李在明。当然，在李在明之前见了高市早苗。所以这一次川普的亚洲行，它是一个贯穿进来的，等于说它的重点是先到了东南亚，再去日本，再去韩国。它的主要目标当然是见习近平嘛，但是呢，见高市、见李在明呢，它有它的用意嘛。从一个大使官的概念来说呢，过去啊，我们常讲，就整个中国的发展来讲呢，目前东南亚的南海共同行为准则跟东南亚国协，我们以后统一用东盟，大陆用东盟，台湾传统用东协，我读书的时候还叫东协，东南亚同盟，然后跟东南亚国协。其实从它的组织严谨程度来说啦，原本叫东协比较合理，因为他们本来很松散，但是现在虽然松散，但是实体关系紧密，所以用东盟可能会更合理，因为它本来是 association 嘛，所以台湾就把它翻成协会嘛，那它的这个简称叫 ASEAN 嘛。那可是呢，我觉得以现在的实质状态呢，它更倾向是东盟啊。我们仔细去看哦，上一期我们不是有讲到吗？李在明为了迎接川普，什么招都端出来了，让川普非常非常的满意。与此同时呢，他还在这个基础上呢，加强韩美之间的一些合作。在当时啊，有不少的大陆网友认为说，韩国正在左右横跳。这个家伙不牢靠不可信。可是我跟大家讲我当时是不是做了一个判断？韩国做这些铺陈都是为了加速它跟中国之间有更大的空间，或者是放大它跟中国之间有更大的空间。因为韩国压的底牌是什么？11年来首次中国元首访问韩国元首正式见面，也就是习近平访韩，而且这是习近平第一次跟李在明本人的正式的见面。所以当时我就讲了这个道理，果不其然，你看没多久，习近平跟李在明见面，气氛极其融洽。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事情呢？作为第一岛链的组成大家要了解到，美国对第一岛链的控制叫做强控制，不是一般控制是强控制那是我提出的概念嘛，有序的置换。这里面发生的第一个点就会在南韩，当时讲的那一天刚好是10月30号习川见面会。然后我当时就预测，我说韩国做这些事情就是要扩大整个他跟中国之间拉近关系。为什么我一直讲四大主义，很多人没听懂。韩国就是这样，教大家一个好有趣的东西。四大主义是东亚一些小国所主张应该服从大国来保存自身的一种意识形态，与朝贡秩序相关通常出现在蜀邦与中主国之间。古代朝鲜半岛上，新罗、高丽和朝鲜三王朝外交政策以服侍中国为主要目标。四大一词来源于孟子的以小事大，如在朝鲜王朝末期主张效忠清朝、反对日本干预的，被称为四大党。四大主义形成传统的华夷秩序有密切关系。由于朝鲜长期奉中国为大国的，以及自己的宗主国，视中原王朝为中华，故称自己为小中华。中华第二是所谓小中华思想，而效忠中国的政策即为四大主义。四大主义也被当代的韩国学者认为是朝鲜王朝末期妨碍朝鲜近代化的原因之一。今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劳动党所宣传的主体思想即为否定四大主义，标榜追求自我做主的一种思想理论。随着清朝末年朝鲜被日本殖民之后，四大主义在整个朝鲜半岛经历了一轮非常强烈的反思，所以在当时它的遗传到今天，朝鲜的主体思想，然后韩国废除汉字，朝鲜的废除汉字运动，还有韩国呢，因为独立之后跟美国走冷近，藉由美国来压制中国，这都是一种反四大主义，或者是另类四大主义。我倚仗另外一个强权，朝鲜倚仗苏联，韩国倚仗美国来反对四大主义。这个充分证明，当四大主义的复活，不能说破，这叫现代化的四大主义。
或当代的四大主义，或者是后四大主义。当代化的四大主义是什么？我不在明面上讲，但是我如何应对中国的全面崛起，古老的秩序回来了，那你怎么做呢？因为当代的朝鲜半岛情势是更加的复杂的。美国虽大但远，苏联已经不行了。1970年代之后，苏联给予朝鲜的援助，到苏联倒塌，到现在中间才经历所谓的苦难行军时期嘛。所以这里面你就要去搭配说，你怎么去思考这个历史脉络跟逻辑啊？当中国重新崛起之后，被更深层的现代地缘政治绑架的两韩，他们就必须做出很多的一些讨论跟调整，那他就两股力量就拉扯。保守派继续的奉美为首，朝鲜的领导人也出现摇摆。金正日在拉美力量失败之后，他事实上走下更孤僻的道路，这几乎将近把朝鲜给摧毁，因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够强。你自己看他在任时期是什么？1997年到2011年，俄罗斯起不来，中国又不够强，南边美国威胁依旧在，所以他走上极度孤立的道路。所以这都是一种对四大主义的一种当代讲白了叫 PTSD， 或者是一种反省。其实它的逻辑很像什么你知道吗？很像清朝末年的时候，当清朝垮了，大家在反思啊，怎么救这个中国啊？所以旧的都是坏，新的都是好。所以当时中国出现了一大堆新兴的思想学说，病急乱投医的一大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西历来了嘛，西方的船坚炮利，先进的制度，现代化的力量，把当时中国既有的社会结构打得千疮百孔，所以中国人只能不断的反思。所以当时在史学界就兴起所谓的遗骨派嘛，对不对？怀疑商周以前历史都是假的，都是掰出来，都是想象出来的嘛。一样的道理，在朝鲜半岛出现的这种反射力量，传统来说，维系朝鲜半岛平安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国。可是强大的中国不在了，现在的中国看起来强，但又不够强大。现在俄罗斯看起来强大，却事实上不是强。现在的美国很强大，但是它压迫我，所以北韩就出现了非常强烈的应激反应，就是所谓的主体思想。接着到了金正恩上台之后，他经历了几番嘛，先是继承了金正日的一个既定路线，所以呢，他必须要强迫自己这样主体起来，所以他开发了核弹。然后甚至呢，愿意直接跟美国来接触，就是川普的时候。可大家知道，川普 1.0 这是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后全面的一个技术累积、势能的堆积不断在上升。然后到了贸易战18年开始，先抑后扬，中间又经历了疫情，所以金正恩的战略也是不断的快速的调整。他先想办法自立，所以造出了核弹，造出了非常长程的洲际弹道导弹。然后呢，随着时间不断往前推进，金正恩是2011年上任的嘛，他这个是新的这个名称，2021年劳动党总书记，因为这本来这个总书记是保留给他爸的，但是他现在就变自己用了嘛。那当时叫第一书记，把总书记这个名称保留给他爸，但是他现在改成第一书记，就是用他爸自己的名字。好，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老大。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你看金正恩的态度的变化很清楚、很快速哦。金正恩这一次在93阅兵里面，你看回到跟中国如此紧密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朝鲜的转向就很明确。他先是独立站起来，所以他有核武，当时跟中国关系闹得非常的僵。可是18年之后快速转换，然后一开始他去见川普的时候，金正还是先去了一趟北京，跟北京商界的飞机才飞过去见川普，所以当时有所谓的2次川金会嘛。这个川金会背后是中国给他这个支持，所以从那个时刻起，其实朝鲜的四大主义就慢慢回来了。你看哦，现在朝鲜已经不强调主体思想了，他的宪法当中甚至把主体思想这样的说法做了一定程度的删减。再往后推，疫情之后，朝鲜其实受创很深，因为疫情的问题，然后俄乌战争爆发。朝鲜做了2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全面倒向俄罗斯，第二件事情是开始修补跟中国关系。为什么？因为金正恩刚上台的时候，把他的姑丈张承泽给做掉了。张承泽当时是作为金正日时代对中国的联系窗口，又是自己的亲姑丈，虽然是前姑丈，他姑姑说后来常被他强迫离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细节的东西。后来又开了第2次川金会嘛，所以你在这里面的核心思考逻辑就是这个四大主义回来，这个四大主义是可以充分体验地缘的一个变化。那你就想，为什么朝鲜的反应比韩国还要快？朝鲜从18年、19年，你就想哦，第一次川金会是2018年啊，为什么朝鲜的反应会更快呢？这又回到了地缘。
你仔细看，北韩的位置就是比南韩更靠近中国。实质上来说啦，虽然北韩跟南韩都是在朝鲜半岛上，但是就地缘政治的逻辑来说，韩国本身是个岛，而朝鲜本身只是半岛，所以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半岛就是比岛还要前面，所以他感受到的中国崛起的实体性是比南边的南韩更强大的。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开场这张图，李在明这个握手跟手势跟笑容，跟他对川普那一种有点奉承跟推波的感觉，还得演唱 YMCA 朝鲜仪仗队送大金华人带金皇冠 ，Oh my god！ 所以你就想嘛，韩国为了要摆脱四大主义，反思了半多世纪啊，对此做了多少应激反应啊？对，将近反射将近100年啊，因为日韩合并这个事情来给你看，日韩合并，什么是日韩合并？甲午战争之后呢，日本开始策动韩国内部的亲日派，然后首先把朝鲜王国升级成为大韩帝国。今天的大韩民国就从大韩帝国这个名称来的，从大韩帝国变大韩民国。先把朝鲜这个字给去除掉，再推出把大韩帝国跟大日本帝国合并，叫做日韩合并。所以我一直讲哦，日本、朝鲜半岛、台湾跟东北的满洲国这4块领地啊，是日本向外殖民的，就是除了本岛的3大领地。你看哦，这个当时被视为耻辱嘛，对不对？日帝强占期嘛。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你看1910年就是日韩合并了。到2020年代，尹锡悦还在闹，他什么时候上台的？2022年啊，1910年合并，到了2022年尹商闹到2024年底12月的时候，就因为戒严被干下去了。这个叫什么？超级反思。整整花了114年在反思，所以大家知道吗？这个就是一种历史的挪动嘛。尹商的闹依然是倚仗着美国来反对中国嘛，就这么简单。你真要讲，就是保守派就是仰仗美国，跟美国在日本的力量右翼极右翼来反对中国嘛，这么简单。所以从这个逻辑你就看懂了。所以从大史观的角度来看，一点都不意外。舔就要舔到极致嘛，因为以习近平在任时期，中国的实力快速的增长跟展现出来，其实不是快速增长，主要是展现出来，还有慢慢在结晶了。中国的很多科技成就在以习近平在任的2024年到2025年，整个全体爆开来了。2024年是中国科技非常丰硕的一年，中国大陆在那一年有很多新的科技出现，那到了2025年更是整个爆炸性的增长。所以对于当时的韩国的保守派的最后一搏是什么？狗就是要当好当满，因为他们是对四大主义的一种 PTSD 的延伸啊，就是反华嘛。但是你就想回过头来，反华反到这种程度，可是你事实上去给另外当国，而且更没有尊严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在明会出现啊。李在明的出现正是对这股力量的一种彻底的反动，就是当我发现大到最后我所付出的代价是更高的时候，那就会出现这种钟摆。尤其在西式民主的选举制度下，这种钟摆是非常明显而且激烈跟震荡，所以尹锡悦成了阶下囚，他们夫妇都被关了，而李在明出现。但是李在明呢，他作为一个有智慧的领导者，对比隔壁刚刚下台的石破茂，手腕就不知道高到几层楼去了。石破茂能力太差，他没有办法在同时安抚好美国的时候，然后呢去回应中国崛起这股力量，而且如何的拿它来化用给自己的国内跟自己的统治更加稳固。另外从地缘政治来讲啊，日本毕竟孤悬海外，在整个东北亚有5个国家嘛，中国、俄罗斯、北韩就朝鲜，南韩就韩国、日本，这5个国家距离中国入联最接近的，反应最激烈的，最机先的，一个是朝鲜，一个是俄罗斯，因为最长。但是俄国毕竟是他屁股，所以俄国是撞墙之后反过来。为什么？就俄乌之战蹦，然后反过来。其实前面中俄之间就不断拉近，但很慢，毕竟从地缘来看，这就是个屁股。所以我们一直讲地缘政治决定国家命运，真不是讲假的。但是地缘政治就决定国家命运吗？也不是。你有出一个厉害的领导人，你有出一个真正能够为国家做长远擘画，他对于历史，他对于世界观，他对于他的整个国际外交体系的理解，对军事等等方面他有操作的能力的人，他就能做出更多的预判。尤其小国更加仰赖领导人个人能力，大国可以集体领导，因为人才丰富，人口众多，国家机器完善，各个部门都有人可以负责控管。好，倒过来到东亚这些国家，体量上都小中国很多，日本的体量还算大的，毕竟日本1.2亿人口，
国土面积呢也来到了日本，我记得国土面积是37万平方公里，所以它以经济体量来说还是相当巨大。另外就是日本隔着中国更远，从历史角度上来看，日本跟中国的连结性本来就没有朝鲜半岛来的这么强，所以日本在这件事情上它的反应更加的迟钝，更加的缓慢，加上石破茂本身确实能力偏弱，所以呢不仅日美贸易谈判、日美关税谈判谈的266，搞了一个5500亿的投资方案，而且投资比是1:9，一级投资所得的利润10%日本，90%美国，这种东西都谈得出来。你相当于没有打仗就先割地赔款了。而韩国就有趣了，搞定好美国之后，他就可以来做他真正想做的工作，恢复世大主义的传统，让韩国有一个更好的地缘政治的情势。我跟大家讲如果你在这边纠结韩国总统亲不亲美，格局很低。如果你只觉得说韩国都是亲美的，这是错误的。我不认为李在明跟文在寅是真正亲美的人，但是他们不安抚好美国，那之前这个是没得玩的。给你看一个有趣的事情，这个是这次送的礼物，小米给您和夫人。通信保安怎么样？这个通信保安怎么样啊？非常好，看看有没有后门。还有微信电话。习近平都还敢开后门这个玩笑，为什么？当初华为的公主被抓走就说华为非法投资嘛，说华为基站有后门嘛，所以你看很有意思我一直说习近平是个伊人，他绝对是个伊人，好不好？信了没有？其实中韩心里都知道嘛。今天要改善中韩关系的核心是什么？能不能够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或在美国他根本就驻军在韩国之下，然后呢能够有所突破嘛？这才是这一场 APEC 峰会里面的重点，有没有？加强互利合作，扩大共同利益。为什么这样做？韩国与中国签署合作打击跨国金融谅解备忘录，11年以来，你看这里面有很多谈判。过去30年，中韩建立的互利互补关系，极大的促进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也极大的推动韩国转型成强大工业竞争力的先进国家，共同努力推进进一步关系。什么意思？其实李在明的定调就很清楚了嘛，中韩之间是互利共生的，让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同时韩国也转型成为一个工业的强国嘛，就是因为中韩关系不好，导致了韩国有大量的产业随着中国呢不断的壮大，而产生了所谓的本土地带的状况，也就是中国大陆用了本土厂商，而韩国被排除供应链之外。可是这样的态势并没有达到极致，为什么？因为韩国很多工厂是直接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它并没有直接的退去，韩国还是有些技术上面的一些优势嘛。而且更有趣的是什么？李在明呢很直白的讲，随着中韩经济合作结构从垂直分工变成更加横向的伙伴关系，两个适应时代深化互利。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这就可以同时解韩国2个痛点嘛。第一个，他如果跟北韩能够建立更好的紧密的关系，就可以避免被美国要挟，美军在韩国的存在就非常尴尬。因为请问驻韩美军是对抗中国吗？事实上是，但不能明讲。当初为什么要驻韩美军？因为抗美援朝打过来，联合国顶不住但是打到南韩这边打不下去，为什么？因为空战问题，中国部队没办法再往前推进，因为后面从日本来的这些空优，当时中国没有空优，所以驻韩美军实质上表面上防北朝鲜，实质上是盯着中国，但是今天主客意味，请问中国这你他妈那一点屁丁点几万人的美军可以顶得住的吗？所以对韩国来讲，如果你真的深刻思考到从世大主义的角度，从自身地缘角度的出发，把美军从韩国移出去，这是一个必要的。北韩打过来，只要他不用动用核弹，就传统的武力来说，南韩根本不怕北韩嘛。北韩部队的现代化比例或现代化的武器的强度跟南韩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北韩还停留在上世纪1970年代、80年代的程度。南韩的部队是真正现代化部队，南韩的军火在世界上卖得非常的好。K 系列的韩国其实长期帮美国做了很多代工，但是它又不像日本有这么多的包袱，而且日本有什么自制国产化的要求很高，韩国就是做一个总装集成，所以美国的厂商也乐于把东西卖给韩国，所以韩国很多东西拿去卖，事实上就是一种美装武器的这个类似叫做什么？叫做副产货。
所以在这里面呢，你就可以理解到说，当朝鲜跟韩国之间的问题啊，或者说我们称为两韩问题或两朝问题啊，我们在思考这个的时候，你就要看到韩国领导人他的一个思想的转变，就是中国崛起之后，他的实质上他就必须应对这个事情。现在的美军与其说帮韩国去防范朝鲜，更是监视中国，还有韩国本体，所以他就必须基于一个怎么去转向，重新拉起他的四大主义，但是当代化的，所以不讲主次，然后呢，安抚美国的情况之下，把这事情往前推进。而且有一个重点嘛，韩国是5年选一次总统，李在明这才第1年刚刚开始而已，所以对于现在的一个2025年到2030年，相当于整个韩国会有一个相对的平稳时期，而且李在明的上台是基于以学政太烂。所以李在明在上台之前，他的政党就已经是国会多数了，接近要绝对多数，快要到2/3了。然后他自己又是高票当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政权。加上李在明看得懂这个局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愿意啊，时隔11年啊，在朴槿惠之后，重新的来到韩国跟元首见面。所以回过头来，韩国做很多对美工作，讲白了是让美国在舆论场上它有一些空间嘛。但实质上，美国这种强硬对中的状况，在韩的美国驻舰状况，实质上它是不可能持续可维系性。真要打你，那美军怎么搞？中日元首峰会本来很多人猜测是不会见面的，但中国为什么积极去见？这是一个改变东北亚地缘最佳的时刻。韩国现在希望把朝鲜给稳下来，朝鲜现在希望引借着中国的力量，还有俄国的对他军事的支持，中国对他经济上可能的加持来进行调整嘛，这就变成一个中介值嘛。中国够大，它是可以同时容得下两韩去进行的。这个习近平讲啊，中日一衣带水啊，然后长期推动健康稳定符合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方愿同日方一道，按照中日4个政治文件确立原则和方向，并且提了习5点恪守重要共识，落实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以史为镜，面向未来等共识，恪守履行中日4个政治历史文件，台湾重大问题原则明确确定，中日关系根基不受损不动摇。春山谈话深刻反省日本侵略历史，向受害国道歉，这一精神值得弘扬。等于说我先给你台阶下啦。春山谈话就是谈及呢对于这个日本的侵华的历史的一个道歉嘛那当时的首相春山嘛。那2是坚持合作共赢，中共20届世宗协会破坏了15.5中国发展蓝图，中日合作有广阔空间，中日可以在高端制造、数位经济、绿色发展、财政金融、医疗退休、第三方市场合作、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第3是促使民心相通，你看把这个事情提上来了。那高市早苗说各层级的加强沟通、理解、互惠、建设性。高市早苗是极右翼上台他的合作对象维新会更右比自民党极右翼还右然后呢，他里面用了一大堆麻生太郎的人，麻生太郎他妈的是右到爆的。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高市早苗还是要死扛这件事。当然这里面敏感议题，稀土管制、东海情势，就钓鱼台、尖阁诸岛，日本人在中国遭到扣押及解除日本水产品牛肉限制进出口，在南海活动，香港、新加坡有秩序深刻的忧虑。为什么日本还是要讲这个？因为日本作为什么？美国在 G7 里面唯一的亚洲盟友讲白是小狗，他必须得做出一些表态。他如果就一脚就跨过去，你就有可能吗？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还是得做点恶心人的动作嘛，包含高市早苗去会晤台湾的这次 APEC 领袖代表总统府资政林信义这件事情当然被抨击嘛中方反应强烈，那宣称呢敦促日方恪守4个政治文件，精神迄今反思纠错，切实采取措施消除负面影响，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建构契合新时代建设等等等等等。为什么要搞这些小动作？没有办法，因为日本再说一次，从地缘来看，日本就是会搞这些小动作，因为它本来就比较远，再加上它体量比较大，你让它短时间之内完全臣服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个点大家理解到，我再说一次，高市早苗作为极右翼，他唯一能恶心中国的只剩下跟林信义见面，你说是可不可悲？你自己讲。所以我才讲嘛，这很有意思嘛。即便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跟你讲，高市早苗拉着川普那才猛的呢。你看勾着，我觉得高市也是挺厉害的啦，展现日本女子的。你看川普对他多和颜悦色老特想吃日本菜川普那个表情
所以每个国家都在找自己的生存之道啦。人家高市就有这能力啊，不然要怎么样？我跟大家讲，美国迟早会跟日本再谈协议啊。现在是说不用再谈啊，到时候你要交钱的时候，比如说川普说500亿现在拿出来，高市长们又飞到美国去，又给他勾个2个手，再送个2个礼物，然后再陪他笑一下，川普又怎么样？再缓一下，反正日本人现在就一招嘛，我没钱呐、那时候他逼着石破茂要交钱，石破茂快俩拱了，石破茂说怎么办？没钱，之后怎么玩？石破茂拉倒说算了，我不干。但是毕竟是日本，不恶心一下还是不行的，知道吗？我跟大家说，我认为北京方面已经看穿了整个局势的发展，尤其在 APEC 峰会之后，当川习见面完，习川会完，第一时间川普选择飞回美国去处理自己内部的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把 APEC 主场完全拱手让给了中国。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不管中韩中日全部都见了面，即便日本后来搞了一些小动作，但事实上日本也是非常克制，他跟林信义只见了20分钟啊，讲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主要是对欧洲跟美国进行一些交代。那这些交代也有利于说日本继续对美国的交代。所以进一步是什么？中日韩从上一次的农业部长会议到了东南亚的元首峰会，当时是李强去，然后最后再回到了 APEC 峰会上，习近平亲自见了李在明跟高市早苗。那李在明呢，手段比较高明，他前面演了一大堆戏，糊弄美国用，所以叫假捧。高市早苗，第一，他承接了石破茂的烂摊子，石破茂接了岸田文雄的烂摊子，所以情况更糟糕。另外，地缘政治来看，中韩的地缘就是比中日更近很多。中日韩不是个三角形啊，中日韩是个线啊，一条线啊。很多人都错把中日韩当一条三角形，错，他们之间是一条线。它既然是一条线，那本来就有远近亲疏关系嘛，所以实质上是中韩日，不是中日韩。从体量上来当然是中日韩啊，但从顺序来说是中韩日啊。北京、首尔跟东京是几乎同一纬度之上，所以这是一条线。它本来韩国在处理对美关系，跟日本在处理对美关系，还有美国对韩国跟日本的控制力度都有差异，体量上也有差异。这条线这一拉过去之后，实质上美国就是在日跟韩身上都是讨到象征性的控制，它的驻军还在，所以它有实质性的控制，但在地缘上它的实质性控制正在衰弱。所以呢，韩日在美国面对美国勒索的时候，它各自有各自的做法。石破茂失败了，但我认为说高市早苗是成功。所以最后我的暴论点是什么？中国现在根本就实质在推进东北亚的整合，但表面上来看，你会觉得韩国左右横跳，日本首鼠两端，甚至呢是美国来弄中国。可是你要了解，高市早苗是极右翼上台的，如果他都能做到这种程度，那中日韩之间的整合、自贸协定的谈判、多边的合作，这个叫4个字：势不可